个女人的一生堪称传奇。早年的她只是一个酒吧的服务员，可她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，一步步混入高层，商界精英、政界大佬，甚至是俄罗斯的黑手党，都是她手下的客户。女人名叫茉莉，出生在一个对孩子要求要么学习成绩好，要么运动能力强的家庭。茉莉一直在按照父亲规划的路线前进，她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。父亲让她去练习滑雪，她就去了。20岁的时候，茉莉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国家队，她要当滑雪奥运冠军。虽然成绩一直在滑雪史上靠前再靠前，但茉莉并不快乐。在一次奥运选拔会上，快冲到终点完成目标的茉莉却被雪地里的小树枝绊倒了，一切功亏一篑，她摔了出去。因为腰间的手术，茉莉彻底告别了滑雪赛场。不过她并没有因此而颓废，她决定去走好学生的路线，奋发努力。考上哈佛法学院后，父亲终于认可了她的能力。不过她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想法继续在法学院就读，而是选择休学1年，寻求诗和远方。这个举动惹怒了父亲，父亲干脆断掉了茉莉的收入。身无分文的茉莉只能从头开始。茉莉去了洛杉矶，这里谁也不认识她。她找了2份兼职，白天在办公室里当文员，晚上去酒吧里做服务员。这2份工作勉强能让茉莉糊口。茉莉的生活一直波澜不惊，直到她遇到迪安。迪安是酒吧的常客，他一眼就相中了茉莉这个妹子。于是茉莉又有了一个新的工作，成为迪安的助理。这天，迪安给了茉莉一份名单和号码，茉莉需要做的就是通知上面的人来参加明晚的牌局。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，那些人都发出了肯定的答复，明晚必定准时赴约。来参加牌局的人个个出手阔绰，茉莉一晚上赚到的小费比自己1个月的工资还要多。她开始观察起牌局上的赌客，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，有名誉世界的演员，有红极一时的歌星，他们并不缺钱，只为尝试赢了那一刻的快感。茉莉迷失了。坏孩子的世界与好孩子的天堂，到底选择去哪儿呢？从小就是乖乖女的茉莉选择了尝试最新鲜的事物。她开始上网查询牌局的专业术语，学会发牌，学会看透规则，成为牌桌上绝对的女王。凭借过人的头脑，她很快住上了豪宅，开豪华跑车，挥金如土。这份工作给茉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。每次看到在桌上的赌客，茉莉总会情不自禁地带入自己。可这恰恰不是迪安所希望看到的。一直以来，迪安都将茉莉当作记录的文员看待，直到茉莉讲出了自己对牌局的见解，迪安意识到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极有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。迪安要求茉莉要么就乖乖接受当个工具人，给自己拉客源，要么就自己滚出牌局。这些话彻底激发了茉莉体内的狼性，她决定反客为主，自己单干。这个女人野心勃勃，她要开设私人赌局，发家致富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茉莉将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都投了进去。她租了一间总统套房作为场地，采购一系列高端牌桌，以及不间断供应的美食和各类高档美酒和雪茄，当然也少不了一些美女作陪。茉莉的原则就只有一条，那就是让那些赌客们玩得激情，玩得澎湃。一切都准备就绪后，茉莉给之前的那些老主顾发去了消息。众人都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次换地方了？茉莉也没有藏着掖着，她表示自己已经和迪安一刀两断，今晚大家可以在这里愉快地玩牌，如果觉得这里的服务不到位，随时可以返回迪安那里。大家不仅对这里充满了新鲜感，茉莉的坦诚相待更是赢得了老主顾的好感。她的服务堪称完美，没有一个人能挑出毛病。作为牌局的主人，茉莉也有自己的原则，她的牌局绝不会涉及黄赌毒，而且她不抽成，只赚小费。这样的话就没有触及法律。一直以来，茉莉的牌局的赌注都维持在比较小的金额。卷毛觉得不过瘾，他提议加注。茉莉很明白加注的后果，一旦加注，输家输掉的钱就会成倍增加，客户很快就会身无分文。这不是茉莉想要看到的，她希望的是细水长流。可卷毛却给出了一个主意，他们可以找更大的客户。卷毛几乎就相当于是茉莉的合伙人，很多客户都是卷毛拉来的。茉莉听从了卷毛的建议，她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一开始只是几千美元，加注后金额翻了5倍。在茉莉的客户中，有个地中海大叔很喜欢赌，而且越输越上头。这次经验老道的他输给了一个菜鸟般人物，那一刻他的心态崩了。大叔开始频繁跟茉莉拿筹码，一个赌徒越想赢，他就输得越厉害。茉莉看出大叔的状态不对，她建议大叔休息几天再玩，可大叔一意孤行，不依不饶地索要50万的筹码。大叔坚信自己下一把一定会赢，他接连赌了1天1夜，妻子打来的电话，大叔一个都没有接。最后他不仅失去了所有的筹码，也失去了家庭。大叔的心态彻底炸裂，他将所有的锅全都甩到了发牌人的头上。发牌人一脸懵，好在茉莉稳住了大叔的情绪。
茉莉本以为大叔会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但没想到他隔天就带来了100万美元的赌注。茉莉很吃惊，她不知道大叔是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钱。直到卷毛说出答案，这些钱都是借高利贷的，而且利息非常离谱。茉莉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，大叔会越陷越深，直到死的时候，他的债务都不可能还清。茉莉可不想自己的牌桌被弄得乌烟瘴气。卷毛一心向钱，意见不合的两人大吵了一架。由于大部分客户都是卷毛带来的，所以他的话很有分量。卷毛单方面宣布茉莉被炒了。茉莉不是个认输的女人，在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，茉莉发誓要闯出一片天地。她决定东山再起。开个赌局需要哪些东西？地点、筹码、赌客，缺一不可。茉莉打算东山再起。这次她来到了纽约，茉莉打算将目光放到上层社会。只是这次的她不再找那些知名人士，而是把目标放在了花花公子和他们的女伴身上。茉莉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拉他们入局。为此，茉莉找了几个美女，给了一点钱，让他们帮自己拉客，还有抽成，拉一个抽一个，拉2个抽1双。如此一来，这些美女们自然是十分卖力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茉莉这波起来得很快。对于客户，她几乎是来者不拒，一场入场费更是高达25万美元。渐渐的，经过她的运作，她的名气越来越大。很多顾客都选择来他这里游玩，包括小李子、莱奥纳多、蜘蛛侠都到过他的牌局，这就相当于身份的象征。茉莉的收入自然是水涨船高，而且她正常纳税，政府自然不会干涉。茉莉平时穿着也很性感，但从不与客户发生关系。她最喜欢的是站在窗台，望着自己打造的帝国，那些俊男美女游离在牌桌前，而她掌控全局。她喜欢这种一切全由她掌控的情况，因为小时候她的人生不受她掌控。可长时间的主持赌局令茉莉身心俱疲，她不得不靠嗑药来使自己精神集中。由于茉莉拉来的客人都很有钱，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，他们玩得很大，一局牌的筹码动不动就要上千万。茉莉内心很是忐忑，因为她没有那么多钱去兑现筹码，长此以往，她的赌局肯定无法正常运转。怎么办呢？被逼无奈的茉莉决定铤而走险，抽取2成佣金。在美国，只有合法赌场能够抽取佣金，要是私人这么做的话，肯定会被警察盯上。可为了继续经营牌局，茉莉只能出此下策。赌局里有个叫唐尼的男人，欠了茉莉8万块。这个男人虽然没有什么钱，但是却很有人脉，他甚至认识俄罗斯的黑帮，那些人不差钱，更不怕输钱，而且给钱的时候非常的爽快。这样的玩家就是茉莉渴求的。茉莉告诉唐尼，只要他能将那些黑帮的人介绍过来，那8万块全免了。这么划算的买卖，唐尼没有理由拒绝。正当茉莉的牌局搞得如火如荼之时，她的后院却失火了。之前洛杉矶的某个玩家搞了一场庞氏骗局，落网后为了自保，他将茉莉牌局里的其余玩家全都爆了出来，其中也包括茉莉。这名玩家将所有的错全都归结到了茉莉的身上，他声称是茉莉引诱他入局，让他染上了毒瘾，进而引发后面的一系列犯罪。茉莉为了摆平这场风波，不得不自掏腰包赔偿那些骗局中的受害者。这件事也让 FBI 盯上了茉莉。渐渐的，茉莉厌倦了这种常年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生意，也厌倦了自己那永无止境的贪婪。也许只有经历过，才能看透人生的真谛。俄罗斯黑手党想要和茉莉合作，可茉莉却打了退堂鼓。茉莉不知道的是，一旦惹上黑帮，就很难脱身了。当晚，一个黑手党的人就找上了门，在对方的逼迫下，茉莉只能将所有的钱财交出来，包括金银首饰。对方威胁茉莉，要是敢乱说话，她远在家乡的母亲就会遭殃。黑手党离开后，茉莉孤独地擦拭着脸上的伤口，因为害怕身份暴露，茉莉根本不敢去医院。等到伤好的差不多之后，她打算玩最后一局，把被抢的钱赢回来，然后彻底的金盆洗手。可 FBI 却不给她机会，提前查封了茉莉的赌局。提前收到消息的茉莉赶紧收拾东西跑路。2年的时间里，茉莉都躲在母亲家中度日。可这天 FBI 还是找上了门，茉莉没有过多的反抗，她知道自己迟早会落网。警方指控茉莉和俄罗斯的黑帮有勾结，茉莉百口难辩，她只能寻来一名精英律师帮自己打官司。几番查找之下，茉莉找到了老黑，可老黑却不愿意帮她这个忙，因为在茉莉的自传中，她曾经诋毁过黑人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态度，茉莉给她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牌桌故事。故事的内容和茉莉的自传丝毫不差。本来茉莉是想靠着这本自传赚点钱，可这本自传却一直不温不火。有人找过茉莉，对方希望茉莉能够提供牌局中的玩家名单，因为那些人的身份非富即贵，只要能爆出来，这本自传的销量必定会起飞。同样要求茉莉交出玩家名单的还有老黑。
他保证只要交出名单，将保他无罪释放，还可以得到一笔补偿。对于两个人提出的条件，茉莉全部拒绝，因为他有着自己做人的底线。茉莉很清楚，一旦那些玩家被公之于众，就会引发社会震动。谁又能想到那些亿万富翁、政界精英，表面是伟光正的高大形象，背地里却是这副模样。这不光会导致社会陷入混乱，也会让这些人晚节不复。茉莉的话深深打动了老黑。法庭上，老黑为了茉莉据理力争。离开法庭后的茉莉打算填饱肚子，可她身上的钱加起来都买不了一根热狗。茉莉抵押了自己的手套，她租了一套冰刀鞋。驰骋在溜冰场上的茉莉仿佛找回了当年的自我。在滑行的过程中，茉莉看到了父亲，父亲很了解茉莉，他知道茉莉一定会来这种地方散心。这么多年以来，茉莉还是第一次和父亲聊天，两人推心置腹。茉莉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对两个哥哥很温柔，对自己却很严厉。父亲讲出了原因。茉莉5岁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自己出轨，此后父亲每次看到茉莉的眼神，都感觉女儿对自己藐视，严厉是他报复的手段。可茉莉自始至终对此事都没有任何的印象。父亲为此向茉莉道歉，父女俩解开了误会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终于宣判的日子到了，因为老黑的据理力争和慷慨陈词，法官最终判处茉莉进行2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和1年的监管缓刑以及药检，外加20万美元的罚款。这个结果对于茉莉来说再好不过了，免于牢狱之灾的她喜极而泣。此时的茉莉已经35岁，没有特长，没有技能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。思绪重新回到了那天的比赛场地，倒地不起的她重新站了起来。是啊，她的人生遇到过无数的坎坷，与他人不同的是，茉莉每次都能够坚强地站直身子，去迎接下一段人生。这部《茉莉牌局》是根据茉莉本人的自传改编而来。茉莉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当手中的一切都能瞬间化作泡影时，如何才能抚平失败的不爽呢？那就是去赢回来。只不过她总被一根树杈子绊得头破血流，总是欠缺那么一点点的运气。毕竟优秀和运气之间，总是运气最重要。